为什么回来找永涵？请你先搞清楚，不是我先找永涵，而是永涵找我去帮他查案。你现在已经知道他身份了，为什么还继续跟他合作，而不要离开他呢？我跟永涵合作的好好，突然间离开他，你不觉得他会更容易起疑心吗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别忘了，我是他亲爹啊，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你放心吧，怡婷那边我已经告诉过他，我绝对不会跟永涵说我的身份。那好了吗？就算你现在不说，那以后呢？你跟永涵见面的机会越多，他知道真相的机会就越大。我不想怡婷跟永涵再次受到伤害。你不想他们受伤害，我也不想。好啊，那我听你的，你说说看，我该怎么样？离开永涵，干脆点就离开这里，永远不要再跟他见面。再怎么说啊，永涵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让我完全不见她，你不觉得很过分吗？那你应该更明白，你的出现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只会给他带来负面的影响，给我们大家带来困扰。如果你真的关心永涵，你真的没有目的，那你为什么不肯离开他呢？离不离开他，我有我的权利。要走要留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等等，你开个价吧，多少钱你才可以离开永涵？好啊，想想我林正斌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试过很有钱。哎，我女儿值多少钱啊？怎么说也算是千金小姐啊。这样吧，便宜一点，就1个亿。1个亿？你还是把这些钱拿去烧给你自己吧，因为亲情无价，你给不起。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，过去帮我照顾永涵。买礼物送给小鲜肉啊？干嘛鬼鬼祟祟偷看别人的隐私啊？是你太专注，我走进来你都没有听到。还有啊，不想人家看到就去买 privacy screen protector。对你这种人呢，是防不胜防。That's true。所以你再买礼物送给文豪？是送给我爹地，他生日快到了。我还以为你要买礼物告白啊。为什么是我先告白啊？哦，所以你承认啦？你喜欢文浩，你在等他表白？这个不是重点。这当然是重点啊！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谁主动没关系的啊。哎呀，我不想谈这个啦。下班后有没有空陪我去买礼物？没空，我约了郑峰。你这个人啊，就是有异性没人性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开。文浩，永涵要买礼物给他爸，不过他不知道买什么。你可以以一个男生的角度给他一点意见吗 OK 啊。他下班后有空，你陪他去吧。没有空没关系的。哦，我有空，那下班后我等你啊。拜。拜。You're welcome。你看，一个死爱面子不敢主动，另外一个呢又傻愣愣的不会主动。我2句话就做了他们今天的约会，我是不是很聪明？聪明。不过啊，真的看不出来，他喜欢比他小的男生。小鲜肉，年轻有活力，不错啊。
边防律师，你这么讲我就有点不开心了。小鲜肉不错，听起来好像你有点兴趣哦。 maybe。 maybe， 你觉得你在男朋友面前讲这样的话合适吗？不过说实在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女生最重要的是要安全感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，我觉得都做得还不错。所以你觉得你让我很有安全感咯？ maybe。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认识你这么久，发现你眼睛特别好看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眼里只有我。这么老土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啊？说不对，你眼里不是只有我吗？对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。我要吃蘑菇。但是呢，我也不只是说说而已，我是有行动的。怎么突然送我礼物啊？送你礼物还要挑时间吗？来，给你戴上。喜欢吗？谢谢你。看你看了这么久，都没有喜欢的，不如直接包一个红包吧。不行，包红包又老土又没诚意。主要是这些东西我爹地都有了，我想送一些比较特别、和往年不一样的礼物。看来真的是有些难度。你之前送什么给你爸？最后送的是我亲手画的一个生日卡片。小孩子才会送的。没错，我那时候才9岁，之后我的父母车祸意外就去世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啦，都已经过这么久了。 9岁，那你应该还记得你爸妈的样子吧？印象很模糊，父母不常拍照，连一本相簿都没有。之后去了几个寄养家庭，搬了几次家，更加没有留下任何有纪念价值的东西。没错，我们的记忆是有限的，所以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，我们要好好保存。我知道可以送什么了，送什么？可以保存记忆的东西。刚才吃的好饱哦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我上个厕所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在干什么？就是你啊。哦，是啊。之前代表律师所出席一个名人慈善活动。你身边这个女生是谁？哦，她叫维尼斯，是我们梅人君旁人的女儿。那天刚好她没有空，所以叫她女儿陪我一起出席。我觉得这个 Venice 应该是对你有兴趣。哇，这你都看得出啊？女人的直觉很准。这样看来，对你来说我还是有点魅力，对吗？
我被抢。你敢被别人抢走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好怕哦。不过说真的啊，如果她是你 managing partner 的女儿，你不是会跟她常常见到面？是啊，那又怎样？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有未婚妻啊，也不会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你有未婚妻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你吗？是我吗？不是啊。刚才我已经给你下套了，你想逃也逃不掉。感觉上挺容易脱的。有什么不满你说嘛？让我想想啊。我只会爱你罗恩琪一个。安迪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谁呀？我都不认识你。哦，没有，我有个事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挺重要的。哦，不要以为我年纪大什么都不懂，想骗我的钱，我不会上当的。哦，不是骗你钱，骗你的钱是另有其人。信你才怪！走开啦！哎呀，真的，安迪。哇，你要偷我的钱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装傻？把钱包给我看。有些是我自己的钱，把你养到这么大，拿一点钱都不可以，不孝子，都是你害的啦！走开啦！哎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才怪啊，踢到骨头了。sorry。哎呀，小心小心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妈她脾气比较坏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算我倒霉。你找我妈有什么事啊？其实啊，我想找你妈那当证人。哎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劝她？什么证人？我是私家侦探，我正在调查个遗产案，关于姚美宝和马卫生的。你应该认识他们的，对不对？认识啊，慧珍不久前才走的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怀疑呢，姚美宝骗了马卫生的遗产，所以想请你妈出庭作证。美宝？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？我亲眼看到姚美宝骗你妈的钱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上个星期二啊。星期二早上。哦，你误会了。其实那天美宝是为了帮我才那么做的。Hey, morning, bro。赶时间呢？我要去追我妈，她趁我刚才上厕所偷了我提款卡，一定又是送钱给我大哥买毒品。毒品？我大哥有毒瘾很久了，我妈对他又特别信赖。喂 ？OK， 你先冷静下来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OK。有个小孩被反锁在厕所里，他妈哭着求我去帮他开锁。哎，bro，我帮你找你弟 Mary 吧。可以吗？哎，没问题，你去帮那个小孩先去。啊，那真的拜托你了。我妈应该是去父亲的 ATM 提钱，她最多只能提1000。OK， 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多谢了，我走了。那天晚上，美宝就把那1000块还给我了，她也没要求什么回报啊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她挺够义气的哦。是啊，你不要给她外表骗了，她看起来像个女流氓，其实她心地很好的，很肯帮人的。她只帮你一次而已，你有这么了解她吗？你相信 Gary 说的话？你看到什么？
墙上的一幅画。错，这是一扇窗，就等于姚美宝是一扇窗，根本不是一幅画。你是想说，有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，未必是我们认为的事实？你太聪明了，一点就通。可是为什么跟陈太太所说的完全不一样？我有回想过，其实陈太太所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段，并不是事实的全部。就好像我看到杨美宝骗钱的情况一模一样。这样看来，就是你这个私家侦探有疏漏了。不要这样了，要懂得纠正才重要嘛，对不对？看来姚美宝这里没什么突破了。不如你查看王细娟，看看她跟马慧珍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，还有马慧珍为什么不肯见她母亲。我现在去。Yes，我有个事想问你，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应该很好吧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没有，我就想到马慧珍他们两母女的事情，我联想到你们两母女都是两母女嘛，而且也是一个女儿。我跟我妈咪还有他们母女之间没有半点关系，你为什么要拿来做比较？我的意思是我跟你妈久别重逢。啊，不是，是老朋友突然重逢。哎，你妈有没有在你面前曾经提过我？没有，有什么好提的？那没什么了，那我真的走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them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来，许个愿。好。谢谢你。蝶儿，哇，你知道吗？要和我们这几一家人真的是不简单。我画的特别慢，不过幸好今天可以及时完成。Happy birthday！ 辛苦你了，谢谢。这幅画画的这么好，应该放在显眼的地方，就摆在那吧。那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天天都会看到它。嗯。好，轮到我啦，送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看来看看。我跟你在一起的特别时刻都记录在里面。难怪这几天你都关在房间里，我以为你工作忙，都不敢打扰你。是很忙啊，忙着做重要的事。我还记得这小学的时候嘛，哦。这未完待续。你还没写完啊？妈咪，你可以帮我跟弟弟拍张照吗？好啊，来，1、2、3。你看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 to be continue， 以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。好吧，我一定不负重任的，我会好好的执行这项任务。只是有点小遗憾，没有我2岁之前跟你的合照。都是因为当年搬家太匆忙了，所以才弄丢了那些相簿。那些搬运工人也太不专业了，他会搞得一塌糊涂的。没关系啦，反正那个时候我年纪也太小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说得对，过去的就不要强求，最重要的是现在还有未来。你还没睡啊？
会担心吗？我怎么会不担心呢？如果我们向女儿坦白所有的真相呢？告诉她真相。如果结果不是你想要的，你觉得你可以承受吗？我不知道。以女儿的性格，一定会很生气。她会怪我们一直在隐瞒她。可是，如果是她自己发现事情，她会更生气，甚至会离家出走，再也不理我们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只能继续隐瞒下去。他现在天天跟林正斌在一起，迟早会出事的。如果林正明不想走，我们就想办法叫你离开他。来，你的果汁。谢谢爹地。最近工作怎么样？忙吗？还好啦，只是手头上有个案子比较棘手。哦，是不是上次你提起过的跟林正斌合作那个案件啊？是啊。跟这个人合作会有问题吗 ？OK 啊，虽然有时候他说话浮夸了一点，但是办事方面还蛮负责任的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他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是你妈咪说的啊。他这个人以前人品很差的，经常喝酒，喝醉酒就会打老婆，所以他老婆才跟他申请离婚的，对吧？嗯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？我们也是担心你嘛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都跟我承认了。承认什么？酗酒家暴啊。还有呢？还有他很内疚，连酒都戒了，到现在啊都没有脸去见他的前妻和女儿。是吗？你这么确定他已经改过自新了？说不定他是装的。对啊。你跟这种人合作，你不怕吗？怕什么啊？我每次跟他见面谈公事，都是在公司里，要不然就是在一些公开场合，能有什么事？重点是我看得出他真心悔改啦。怎么说，你也是个女生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弟弟，你说过，对人对事都要客观点，不要有偏见，更不应该随便给一个人贴上标签。你得离跟我啊，也是担心他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还是跟他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。你们忘了，我从5岁就开始学跆拳道了，他未必能打得过我。是吧？他学不到1年了，就很辛苦放弃了。OK， 拜弟，拜妈咪，拜。Love you。 Love you。哎呀，吃到这么肮脏，真是！哎呀，安迪，可以帮我擦一下这边吗？来了。拜拜。上班一条虫，下班一条龙。老婆婆也是一样。老谁？今天天气很好。
找谁？老板。不是，你开开门了，我想去大便，来，借一下厕所。你信不信我打你？滚！马上。放开我了，也放开我了！哎呀，董龙，我求求你们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一次就好啊！董龙啊！先把欠我们的钱还清了再说。哎呀，你们不借钱给我翻本，我哪有钱还给你们？那是你的事。总之没钱就不要再过来。我只是一时手气不好，你们就让我试一试，就那么一次，我赢了钱就把钱还给你们。走开啦，老太婆！啊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赢了我这么多钱！你们这些人渣，坑我这么多钱，还欠我大字报，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啊！谁叫你这么好赌？喂，阿星啊，跟我买马票，明天开的，3140，5大10小，4822。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我根本不会相信。他这个老太婆啊，根本不怕那2个大汉，她一拿到钱就两眼发光，跟之前我所看到那个可怜虚弱的老太婆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真是想不到。而且我还去过王世娟以前的祖屋那边找那些旧邻居问过，那些旧邻居告诉我，王世娟她老公很早就去世了，当时她常常呢自己去赌钱，把女儿留在家里面不管，最后为了还赌债，连老公的祖屋都卖掉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都没变，就是个赌鬼。难怪马慧珍搬出去以后都不肯见她妈妈。姚美宝不让他们2个见面，应该也只是遵循马慧珍的指示。结果最后姚美宝还是心软的，偷偷把钱送给王世娟。我们真是看错姚美宝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马慧珍不把遗产留给她妈妈，因为最后的结果还是全部输光光。
如果遗嘱一开始就写清楚这一点，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尝试找漏洞来阻止遗嘱认证了。这些东西也可以写进去的。当然可以啊，写的越详细，争议就越少。那照这么说，你应该是不打算帮这王细娟争取遗产了。要是我有这样的母亲，我也不会原谅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父母才会不值得你的原谅啊？抛弃孩子，对孩子不闻不问，把孩子当摇钱树，对孩子家暴。不过，如果他们愿意改过自新，还是值得原谅的。Hello， 你想把马慧珍的遗产全部留给她妈妈王熙娟？为什么？你可怜她。我有手有脚，还有能力自己找钱。然后老太婆年纪大了又有病，比较需要这些钱。可是你之前很坚决，甚至不肯分一部分的遗产给她。我本来是想要尊重慧珍的决定，可是看到她妈都这么老了，一个人生活还天天被追债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些钱都给她吧。你应该知道，马慧珍不纯粹是因为不想要把遗产留给她妈妈才给你的，她是因为感谢你在她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一直陪在她身边。这笔钱是你应得的。不，这是我欠她的。慧珍以前是班上的好学生，读书用功，成绩好。我却是出名的恶霸，每个人都怕我。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她这种乖乖女，所以常常会欺负她。中学毕业后，我从校园老大混到帮派，诈骗、走私、卖假货、大耳窿，我都做过。可是坏事做多了，迟早都要还的。被关进牢里3次后，我决定要改变，想找份工作，可是都失败了，因为那些公司都不愿意请有案底的人。我本来差不多要放弃了，只想着最后再试一次。结果那一次的面试就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。好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有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。等一下，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跟你坦白。什么事？我坐过3次牢。我知道了。你真的不记得我啦？马慧珍。啊。我本来以为不可能会被录取，可是没想到第2天就收到通知，让我去上班。慧珍完全不在意我以前是怎么对待她的，反而对我特别有耐心。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，她都帮了我很多。我问过她，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？她说，我们都会犯错，只要真心悔改，我们都应该得到重生的机会。可是后来我还是让慧珍失望了。我老爸又被抓进警察局，要钱保释，我一时心急就偷了同事的手机去卖，结果被公司发现，
当天就炒我鱿鱼。离开公司后，我再也没有联络慧珍，因为我没有脸见她。哎，Hello。为什么一直不肯跟我联络啊？我跟你又没有很熟，没有什么事就不用联络咯。你电话不接，短信又不回，根本就是在躲避我。我很忙的，你没有事就走 ，OK？ 我需要工作，走走走。我要买新的手机，把最好的拿来。哎，慧珍，我跟慧珍恢复了来往。没事吧？做什么？后来，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一个人住，想要有人陪，我就搬了过去，也方便照顾她。珍珍啊，我想过了，不如你把这间屋子卖了，一半的钱你留着自己做医药费，另外一半就给我喽。把房子卖了，那慧珍要住哪里？屋子卖了，你可以另外租一间小房子住喽。租房子不用钱啊，你要帮他还啊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关你屁事啊！对了，你住在这里有没有交房租啊？妈，我再想想，这么重要的事要时间考虑的。那今天的钱呢？就这么少啊？嘿，好过没有了。哎，这是安眠药，你干嘛？我真的活不下去，你就让我走吧。我是不会让你做傻事的。求求你把药给我，我真的很辛苦。求求你把药给我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你那么狠心？总之，不要放弃，你会没事的。结果到最后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受苦。我倒觉得马慧珍在临走之前，她是挺欣慰的，因为最起码有你这个好朋友陪在她身边，而且她之所以把所有的遗产留给你，我觉得她是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。我根本就不稀罕这些钱，如果可以选的话，我宁愿慧珍健康好起来。你还是要开始新的生活，就用他留给你的钱，好好规划你的未来。我说了，要全部都给慧珍的妈妈。把钱给那烂赌鬼，你倒不如直接丢进大海更好吗？你想清楚了吗？虽然慧珍说不要再管她妈妈，可是一个老人家没有依靠，已经很可怜了。她身体又有病痛，还天天被追债，这样迟早会出事的。就当做帮慧珍尽最后一份孝心吧。可是这真的是马慧珍的意愿吗？她不想要把遗产留给她妈妈，就是担心她会继续赌博。这样不但帮不了她，反而会害她。所以不能给她钱啊？你是遗产继承人，
得到遗嘱认证之后，你有权利决定如何使用那笔钱。一笔钱不只是有一种用途的，你可以选择放作储蓄，或是乐捐出去，又或是设立信托资金等等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好好打理慧珍的遗产。如果她妈妈真的有需要的话，我就帮补一点，不会把全部钱给她乱花的。还是你厉害啊，可以说服美宝1分钱都不分给那个烂赌鬼。我也只是在遵循马慧珍的遗愿。以马慧珍这种善良大度量的人，他可以1分钱都不分给他妈妈，就证明他对他妈妈真的是极度失望。有这样的妈妈，马慧珍长期以来的压力一定很大。这种只会伤害孩子、给孩子带来痛苦的父母，不要也罢。我倒觉得，这世界上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。如果他对马慧珍还存有点母爱，那就算知道没有办法戒掉毒瘾，那也不应该继续骚扰马慧珍，给她带来困扰，让她最后走得不安心。你就是无能，没有用。亏我之前还那么相信你，原来啊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是骗钱的假律师啊！我一开始就没有跟你保证过什么，马慧珍的遗嘱根本就没有问题。如果坚持要上诉，也只会是浪费时间跟金钱。我是他妈妈，妈妈拿女儿的钱天经地义。你这样都不帮我，你小心啊，出门给雷劈！雷公只会批那些视钱如命、非常烂赌的人，好像丁律师这种一身正气，雷公绝对不会批他的。关你屁事！没错啊，跟我屁无关，关我事啊！哎，我很想知道那天在那个后巷小门那边进那个赌场之前，那个暗号是什么？鬼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暗号是鬼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！哎，你病好了，手也不抖了。哎，你在哪里看医生啊？这医生挺棒的，介绍给我啊。神经病！是啊，全部都装了。你怎么突然来找我？是有点小事。去我办公室再说吧。嗯。干嘛不做啊？其实我有2、3句话要跟你说而已。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王希娟的案件已经完结了，我们俩之间的那个合作也算是圆满结束。下来，我不能再帮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。